纪念伊玛目赛贾德诞辰，慈悲与坚韧的象征。伊玛目赛贾德，什叶派第4位伊玛目，是卡尔巴拉悲剧后唯一幸存的先知后裔。他的一生充满了苦难与奉献，以其对穷人的无私关怀和对信仰的坚定守护而闻名。在伊玛目赛贾德诞辰周年之际，我们回顾他的生平，缅怀他的慈悲与智慧，感受他对社会公正与信仰纯洁的不懈追求。他的著作《赛贾德祈祷篇》和《论义务》至今仍为世人指引着通往幸福与和谐的道路。伊玛目赛贾德简介：伊玛目赛贾德是什叶派的第4位伊玛目，出生于伊利38年，故乡为库法，最终于伊利94或95年在麦地那殉道。他的全名是阿里本侯赛因本阿里本艾比塔利布，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他的外孙，伊玛目侯赛因的次子，也是卡尔巴拉殉难后唯一存活的后代。其母亲是波斯最后一位帝王叶兹德吉尔德的女儿。伊玛目赛贾德对穷人的生活给予了特别关注，常常向他们提供帮助。据传，他经常在半夜背着一个麻袋，里面装着大枣和面包，悄悄放在穷人家的门口。如果手中宽裕，还会留下些钱。传闻中有超过100户贫困家庭长期受到他的照顾，但他们对此毫不知情，直到伊玛目去世后才意识到这些食物和金钱是他默默施舍的。伊玛目经常强调说，谁在吃饱喝足的情况下过夜，而他的身边却有饥饿的信士，那么真主至高无上会说，我的天使们啊，你们为我见证这个仆人，我却已命令他，但他违抗了我，却顺从了他人。我将他交给他自己的行为，以我的尊荣和威严发誓，我永远不会宽恕他。卡尔巴拉事件与囚禁。历史学家认为，伊玛目萨贾德在卡尔巴拉事件发生和伊玛目侯赛因及其同伴殉难的那一天，年仅23岁。那天，伊玛目病得非常严重，以至于在某些情况下，当有人想要杀害他时，哈米德本穆斯林通过说，他还是个孩子，他现在的病情已经足够让他受苦了。这句话阻止了舍麦尔军队在伊玛目侯赛因殉难后杀害伊玛目萨贾德。根据哈米德本穆斯林的报告，他一直在帐篷里照顾伊玛目萨贾德，以防止他被杀害。我一直与他们在一起，直到我成功保护了他。伊玛目赛贾德前往库法。在卡尔巴拉事件之后，伊玛目萨贾德和伊玛目侯赛因的家眷被俘虏，并被带往库法和沙姆今叙利亚。当俘虏们从卡尔巴拉被押往库法时，伊玛目萨贾德的脖子上被套上了枷锁和镣铐，一种将手和脖子绑在一起的环形刑具。由于他病重无法自己骑在骆驼背上，他的双脚被绑在骆驼的腹部。一本齐亚德将伊玛目萨贾德和其他卡尔巴拉俘虏关押在监狱中，并写信给沙姆的叶奇德请求指示。叶奇德回复说，将俘虏和卡尔巴拉烈士的头颅送往沙姆。于是伊本齐亚德给伊玛目萨贾德戴上枷锁，并让穆哈菲尔本萨勒巴陪同俘虏们前往大马士革。伊玛目赛贾德前往沙姆。伊玛目萨贾德在沙姆的清真寺发表了一次演讲，向人们介绍了自己、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他对沙姆的民众说，叶奇德和他的官员们散布的言论是不真实的。他的父亲并非叛乱者，也没有意图分裂穆斯林社群或在伊斯兰土地上煽动叛乱。他是为了真理和响应穆斯林的呼吁而站起来，旨在清除宗教中的异端，恢复他祖父时代的纯洁与简朴。伊玛目赛贾德返回麦地那。据谢赫·穆菲德的记载，伊玛目侯赛因的家眷在叶奇德的命令下从沙姆返回麦地那。
伊玛目萨贾德在进入麦地那时，命令贝希尔前往麦地那，并通过吟诵诗歌向人们传达消息。贝希尔说：“我骑上马，迅速进入麦地那。当我到达先知清真寺时，我放声大哭，随后吟诵了以下诗句：啊，叶斯里布的人们啊，你们不能再留在这里了。侯赛因已被杀害，我的泪水如雨般流淌。他的身体在卡尔巴拉被鲜血染红，他的头颅被插在长矛上示众。”据伊玛目萨迪克的传述，伊玛目载因，阿比丁在开斋时，当仆人给他端来水和食物时，他会说：“先知的后裔在饥饿中被杀害了，先知的后裔在干渴中被杀害了。”他不断重复这些话并哭泣，以至于他的泪水与水和食物混合在一起。他一直如此，直到归真。伊玛目赛贾德留下的重要著作。伊玛目赛贾德留下了2部重要著作，一部是《赛贾德祈祷篇》，通过祈求的方式阐述了伊斯兰信仰，并教育人们如何与安拉建立联系；另一部是《论义务》，这是他写给追随者艾布·赫姆泽·苏马里的信件，内容虽简短却深刻，涵盖了人与安拉、人与人、人与朋友之间应尽的所有职责和义务，对建立幸福和谐的社会以及美满人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